导弹来袭，防空系统突然发生故障怎么办？前几天央视发了一段防空演习的视频，直接把小编看呆了。某防空导弹部队演习时，原本负责测算目标参数、推荐发射时机的智能系统突然出现故障。此时此刻，一名女上尉站了出来，她盯着雷达已经捕获的目标参数，没拿笔，没按计算器，只用了短短几秒就梳理出了核心信息，报给指挥员。指挥员结合他的判断，果断下令发射，导弹嗖的升空，稳稳命中目标。后来小编查了才知道，这位叫徐美多的上尉不仅有着20年的军龄，还是从3年只招8人出过6岁神童的珠心算部队出来的。你是不是想问珠心算部队什么来头？怎么都没听说过？别急，本期影片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这支神秘部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你是不是好奇，珠心算不是算加减乘除的吗？怎么还能帮上导弹发射的忙？其实这背后有一套严谨的逻辑，可不只是靠心算直接指挥导弹，而是在特定故障下辅助推算关键数据。首先我们要明白，防空导弹的发射时机有多重要，它不是随便定的，短则几秒，长则数十秒，一旦错过，要么导弹追不上目标，要么目标飞出防御范围，拦截成功率会大幅下降。而发射窗口的确定，核心是算2个关键范围：发射区和杀伤区。发射区是指导弹能有效发射的距离范围，比如导弹最大射程100公里，最小射程20公里，那目标在20至100公里之间才在发射区内。杀伤区是指导弹爆炸后能击中目标的范围，比如导弹爆炸半径500米，那目标得在这个半径内才会被摧毁。所以计算的核心就是让导弹在发射区内发射，然后在杀伤区里跟目标碰面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些计算靠智能系统完成，雷达跟踪目标，测出目标高度、飞行速度、航路捷径，系统再结合导弹性能数据，自动算出发射远界、近界、斜距离。但这次徐美多遇到的情况是，系统数据处理模块故障，雷达还能测数据，只是系统没法快速整合计算，这时候他的珠心算能力就派上了用场。他要做的是根据雷达已经测出的目标高度、速度、航路捷径，快速推算出发射区远近界斜距离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几加几几乘几，而是有着一套复杂的公式，普通人拿计算器算都得一步步来，而徐美多靠珠心算训练出的快速数据处理能力，能把这些参数在脑子里快速整合，算出一个大致范围，给指挥员做参考。这里小编必须说清楚，珠心算不是万能的，如果雷达本身出了故障，测不到目标参数，或者导弹引导系统坏了，就算算准时机也没用。徐美多能发挥作用，刚好是智能系统局部故障，但核心探测发射模块正常的特殊情况。就像有过防空部队经历的老兵说的那样，我们平时都有火力备份，一个火力单元出问题，备份的马上顶上，不会只靠一个人的心算。但徐美多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一专多能的价值，关键时刻多一种技能，就多一份胜算。另外，珠心算训练带来的不只是算得快，还有超强的注意力、心理稳定性和快速反应能力。2019年，解放军报报道过陆军勤务学院的研究，说珠心算训练能帮官兵在复杂环境下保持冷静，比如步兵射击时更快估算距离，炮兵更快算射击诸元，导弹操作手更快梳理参数。这些素质在真实战场上都能帮助一个人在紧张氛围中做出准确判断。所以说，徐美多的故事不是传统技能打败高科技，而是高科技加传统绝活的双重保险。他靠的不是运气，是20年军龄积累的专业认知，是珠心算训练打磨的硬本事，更是部队平时多练一手，战时多一分底气的培养理念。聊完徐美多，估计很多人都好奇，他的珠心算本事是在哪儿练的？中国的部队里真有专门的珠心算队伍？得先说明一点，据2025年历史系小郎报道，部队军改后，珠心算队已撤编，但相关技能仍在官兵训练中传承。不过这支部队曾经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成果，至今仍让人惊叹。这支部队的历史得从珠算的价值说起，珠算可不是我们印象里的老古董，
早在东汉徐悦的《算术记仪》里就有明确记载，算下来有1800多年历史了。更厉害的是，他还帮过国家大忙。上世纪60年代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，电子计算机数量少，运算能力有限，数百名科研人员就是靠算盘夜以继日地推算核反应数据，为原子弹成功爆炸立下汗马功劳。到了1979年，国家财政部主持成立中国珠算协会，珠算技能开始在社会上推广，而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也逐渐兴起。1994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济学院正式成立珠心算队，目标很明确，为军事后勤领域培养快速数据处理人才，比如军事物资消耗统计、采购运输成本核算、补给需求测算，这些都需要又快又准的计算，珠心算刚好能派上用场。但想进这支部队门槛高得吓人，公开条件显示得同时满足3个硬指标。第一，必须经省级珠心算协会推荐，这意味着你得先在地方珠心算圈子里闯出名堂，不是随便练过几天就能报名。第二，看算水平得达到普通4级，具体来说，加减法要能算6位15行，乘除法还得带小数，乘法要算4位乘3位，除法要算6位除以3位，而且得在规定时间内算完，正确率还得高。第三，听算水平得达到4位数混合运算以上，别人念题念完你就得报答案，中间不能记笔记，全靠脑子记脑子算。过了这3关，还得闯2关魔鬼测试。一是专业测试，题目难度比普通4级高好几个档次，比如8位加减法、5位乘4位的乘法，算题时间还压缩了一半，考验的是极限速度加准确率。二是心理测试，在模拟战场环境的房间里算题，旁边放着枪炮声、喊口令声，甚至有人故意走动干扰，看你能不能乱中求稳。毕竟到了实际战场，环境比这儿乱多了，要是一慌就算错，那可不行。更苛刻的是，这支部队每3年才招一次，每次只招8至9个人，比某些重点大学的王牌专业录取率还低。不过也有特例，据多篇报道证实，2007年珠心算部队曾破格录取6岁的潘京，他成为该部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入伍者，打破了年满8岁的常规选拔年龄限制，堪称娃娃兵里的尖子生。这些娃娃兵的待遇也很特殊，入校即入伍，穿军装，带学员肩章，每月能领军队津贴，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、生活费都由军费承担，相当于国家花大力气定向培养。但训练也非常苦，每天早上练1小时听算，中午练2小时看算，晚上还要练脑印象，周末也只有半天休息。有队员回忆，刚开始练听算时，别人念到第5个数就记混了，只能反复练瞬时记忆，直到能一次性记住10个以上的4位数。练看算时，眼睛盯着题目，脑子得同步算，手都不能动一下，练到眼睛发酸是常事。付出总有回报，这支部队的成绩单堪称辉煌。自成立以来，累计参加20多次国家级、世界级珠心算比赛，3次问鼎世界冠军，斩获180多个奖项，还被总后勤部授予珠心算尖兵荣誉称号。从人才培养来看，也有14名队员进入大学深造，其中2人获硕士学位，1人获博士学位，38人次因表现突出立功受奖。可能有人会问，现在计算机这么发达，练珠心算还有必要吗？就像小编之前说的那样，其实这支部队的定位很清晰，不是替代计算机，而是补充应急能力和培养综合素养。从应用场景来看，他们的核心作用在后勤领域，比如野外演习时，通讯中断没法用电子设备，队员能靠心算快速统计物资消耗，或者紧急补给时，算清运输路线、车辆数量、装载量这些数据，帮指挥员快速决策。而且珠心算训练带来的附加价值比算得快更重要。2011年解放军报报道过，珠心算能提升官兵的注意力集中度和逻辑思维能力。如果指挥员掌握一定的珠心算能力，看报表、算数据时能更快抓住重点，指挥效率会大大提高。2019年解放军报的追赶闪电的人一文还提到，陆军勤务学院做过珠心算功能向战斗力迁移的研究，发现练过珠心算的官兵在步兵射击、炮兵计算、导弹操作等任务中，心理更稳定，反应更快，能间接提升作战效能。虽然这支部队现在已经撤编，但许美多的实力也证明珠心算技能并未消失，而是融入到了更广阔的官兵
兵训练中。这种传统绝活与现代作战需求的结合，不是守旧，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，更是对实战化能力的重视。毕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，能多一种技能，多一个人才，就是多一分胜算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